哇，这只圆滚滚又毛茸茸的，这角度看起来还有点像是小猪，怎么会可爱成这个样子啊？其实这个金钩锥的家伙，人家的名字叫做袋熊，它跟无尾熊一样，家乡都是来自澳洲。袋熊它的个性平常算是很温驯，可以跟人类这样黏在脚边不停撒娇，和人类追逐玩耍，或是讨拍要人挠痒痒，模样都十足惹人怜爱啊！连跟别的动物也可以这样玩在一起。只见海龟无怨无悔的背着袋熊，默默的往前走啊！但千万不要被他们圆滚滚、肥嘟嘟、可爱的样子，还有天生的小短腿给骗了。你以为他们一定是个懒惰又行动缓慢的家伙吗？但并不是这样的。你看大袋熊在玩耍时一样活动灵敏啊，要冲就能立刻加速，要停也能立马来个急刹，完全不会拖泥带水，跟它又肥又圆的形象完全连接不起来。还没有说到他们更厉害的，那就是跑起来的时候那才吓人呢。你看这只灵活的小胖快跑起来，时速也有40公里耶！用这个速度，它可以跑个150公尺。袋熊应该可以算是厉害的短跑好手了。而他们还有一件事受到了外界的褒扬，就是他们成为了森林界的救火英雄。不是他们用小短腿跑去救出其他的动物，而是他们的家成为了避难所啦。袋熊很喜欢挖地洞，一只普通袋熊还可能挖了14个地道，比狡兔有3窟还要厉害。而在澳洲大火时，袋熊的这些地洞就成为了其他动物跑进去躲避野火侵袭的避难地。虽然不是袋熊主动去揪动物朋友过来的，但就是因为这些洞穴的存在，让其他生物幸运的保住了一条命啊。而地洞对于袋熊来说真的很重要，洞里呢不像地面温差较大，里头温度很稳定，而且冬暖夏凉，所以呢袋熊可能一看到的洞就有一股冲动想要往里面钻，像是这一只竟然想跑进去滚筒洗衣机里面。 Excuse me Hazel， 你看不管饲养员怎么拍打它，它都不肯掉头出来。它可能在想，这一定是一个超棒的新家啊，没想到一进去的下场竟然是 anytime 当场被洗衣槽的滚动给吓到惊呆，赶紧落荒而逃啊！看来袋熊真的对洞穴情有独钟。有研究就发现，袋熊所挖的地道竟有长达快90公尺的，而且多达28个出入口。这样的地道还真的很适合当动物的避难基地呢。其实地下洞穴也是袋熊施展铁屁功的地方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有动物追捕它们，也跑进洞穴里，袋熊就会用它神奇的屁屁往上这么又撞又压，入侵者的头颅可能就被压碎了。洞口的狐狸就是这样被夺命的。因为袋熊的屁屁可不是闹着玩的，它的臀部是由非常坚硬的4块硬骨所组成的。这招屁屁顶头的功夫，真的看成是袋熊的必杀绝技啊！但说到他们的屁屁，就不能不提到由袋熊所专门产制的方块酥了。你瞧，这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在吃的布朗尼蛋糕呢？但是这四四方方的东西其实是从袋熊的屁屁排出来的。可是经过肚子排出来的东西为何是呈现四方体？难道它们的肛门是四方形，还是它的肠胃道是四方形的吗？结果答案都不是。有科学家就真的去研究了这个问题。清大助理教授杨佩良当年和台艺科学家胡立德教授团队，他们把车祸丧命的袋熊拿来做解剖，结果发现，如果你正在吃饭，请你先赶快把嘴巴这一口给吞下去哦。结果才发现，这些方块酥是到了肠道比较末端的部位才变成了四方体的。因为袋熊的肠壁软硬度不一样，有的柔软，有的坚硬，所以呢，在坚硬的部分就会把便便弄成平坦的一面，而柔软的地方就会把便便形塑出了棱角。这份研究还拿到了搞笑诺贝尔奖呢。不过袋熊小的时候那模样，其实长相没有那么讨人喜欢，你还会觉得好像有点那么似曾相识。你看身上光溜溜的，眼睛突突的，但没想到袋熊这么小的时候，指甲就已经这么明显了。再看稍微大一点的状态，有长出几根毛发了，再搭配这脸上一抹微笑，不知为何感觉有点诡异耶，而且整体看起来十足就像是一种外星生物啊。至于这个姿势与那长长的指甲，更让我忍不住想起了这个人戴着长长指甲套的慈禧太后啦。
不过人家袋熊的长指甲是可以方便它挖地洞用的，但我还是觉得等它们再长大一点，像这只小小袋熊有毛发了比较可爱，对吧？而且它们突然莫名的快速奔跑，据说这是一种健康的能量释放呢。而小袋熊在妈妈肚子所带的育儿袋，你知道吗？开口竟然是朝后的，这主要是避免袋熊在挖洞时沙土跑进去弄到小袋熊哦，跟其他有袋类的动物很不一样。还有袋熊，它们虽然是吃素草食性的，但是要吃到30到40公斤，长到1.3公尺都不是问题哦。哇，这样抱起来就非常大只了。但是你知道吗？人家袋熊的近亲却是另一个吓人的模样了。就是这一种史前巨兽双门齿兽，体重可以重达3吨，身高可能有4公尺，是一种超大型动物，比现在的很多动物都来得大。但是跟它们的近亲袋熊或无尾熊的可爱超猛模样比起来，却好像一点都搭不上边呐。其实大约在25000年前到200万年前，双门齿兽就已经生活在澳洲大陆了。而澳洲原住民传说中著名的神话生物本野普，也可能指的就是双门齿兽。相传本野普是住在水边，有着深色的毛发，2个长长的牙齿，它们会在晚上出没，吃掉人类或动物，让人们对本野普都感到很害怕。但这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有袋动物，为什么后来却绝迹了呢？可能跟下面这3件事情有关。第一，气候的因素，也就是天气剧烈变化，使得双门齿兽灭绝。但是根据研究，气候转变最剧烈的那一次时间点，其实双门齿兽早就已经消失在地球上了。所以因为气候因素而灭绝，这一点可能很难成立了。第二个因素，矛头就转向人类了。相传澳洲原住民会放火烧森林，以方便进行林区的开发，但是这却破坏了原本的生态，导致双门齿兽没有栖息地可住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第3个原因还是跟人类有关。考古学家在双门齿兽的化石上发现了一个洞，科学家认为可能是被人类用矛所刺穿杀死的。再加上双门齿兽灭绝的时间点就是落在最早的原住民抵达澳洲大陆的时候，所以看来看去，双门齿兽的消失可能跟人类还是脱不了干系。至于现在的普通袋熊遭遇到最致命的威胁，一个是界险，还有一个就是被人类开车撞死了。这只袋熊唐卡，它的母亲就是车祸丧命，唐卡的家园又被飓风摧毁。他在成为孤儿之后，严重缺乏安全感，后来得了忧郁症，体重一直往下掉。而为了改善唐卡的状况，保育员想了一招，就是拿一只玩偶来陪伴唐卡。结果小玩偶就成了唐卡最好的朋友了。唐卡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玩偶才能睡觉。如果玩偶被唐卡养坏了，保育员还要赶快去采买新的玩偶递补上去才行。而现存活得最长寿的袋熊 Y， 当年他的妈妈也是遭到了车祸路杀。Y 被人从母亲的育儿袋里抢救出来，半年之后才被送到日本大阪池田市的五岳山动物园。野生的袋熊平均可以活到15岁，由人类饲养的可以活到20到25岁。不过今年2024年 Y 已经迈入35岁了，如果换算成人类年纪的话，他已经超过上百岁喽，可说是袋熊中的雄瑞老爷爷了。2022年的时候 ，Y 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最长寿的圈养袋熊。袋熊真的让人看了就觉得很疗愈，不过它的叫声你有听过吗？我们来看看。好像还是安静一点好了啦齁。不过袋熊总是比它的近亲双门齿兽可爱多了吧？那你觉得双门齿兽是不是也会制造出超大型的方形便便呢？哇，光是用想象的就好像有点恐怖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下次吃布朗尼的心情啊。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了，也欢迎大家按订阅，更希望大家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给朋友哦。下次见了，拜拜。